亚洲两大国全面备战，警告北京别轻举妄动。乌军圣诞大捷，俄军补给线全面崩溃，俄军多线败退，乌军连夺5块关键区，142次纵深打击，乌军瞄准俄能源动脉。泽连斯基即将直面特朗普，俄罗斯谋划领土交换。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不断升温的背景下，亚洲两大国日本和印度都开始动真格地加快军事建设和防务投入。简单说，就是在给中共亮剑之前，把自己的底牌都摆出来，告诉对方任何挑衅都要付出高昂代价。日本方面12月26日召开内阁会议，通过了2026年度预算案，防卫预算一口气冲到9兆353亿日元，比去年多了近7000亿日元。这钱可不是用来装饰办公室的，而是要真正增强沿岸防御能力。重点投资放在无人机上，日本要打造攻击型无人机，还要建一个叫 SHIELD 的多层沿岸防卫体系，计划花掉1001亿日元。这些无人机不仅可以侦察，还能直接打击潜在敌方船舰，同时进行多机协同和长时间制空试验，目的很明确，应对中方可能的空中或海上挑衅。除此之外，日本把航空自卫队改组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新设宇宙作战集团，投入11亿日元采购卫星干扰监控设备，明显是在给太空作战能力加码。同时，他们还要花301亿日元买飞行速度超过5倍音速的远程导弹，升级03式地对空导弹，让弹道导弹也拦得住。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升格为师团，设立太平洋防卫构想室，西南防线一眼就能看到。日本明显是在用钱把应对中共海上活动的能力拉满。印度这边也莫闲着，高海拔的拉达克地区，距离中印边境最近的新 Madhyoma 空军基地，海拔近14000英尺，离中国只有19英里。这个基地能起降 C-130J 运输机，算是边境部队运输和装备的高速通道。为了应对可能的突发冲突，印度在喜马拉雅山脉大搞基建，修公路、隧道、简易跑道，还增设直升机停机坪，确保军队和装备能快速抵达最前线。Zojila 隧道正在建设中，全长9英里，预计2年内完工，能让补给速度提升数倍，尤其是冬季封山期间，哨所也能保持持续供应。光算补给量就够惊人，每名士兵每月需要220磅生活物资，一个30人的哨所每天消耗13加仑燃料。新隧道开通后，这些补给就不再是靠人扛的苦差事了。美国五角大楼最新报告指出，印度对中方边境动作仍保持高度警惕，互不信任的局面短期内难以缓解。印度官方的说法也很直接，我们不打算追赶中国，只是要确保一旦对方挑衅，成本高的让他们三思而后行。换句话说，这不仅是军事建设，也是心理战，用实力和威慑告诉对手别轻举妄动。乌克兰战场方面，乌军最近在库皮扬斯克方向打出了一波极具震撼力的反攻战果。仅在12月11日至24日的不到2周时间内，乌军就收复了约180平方公里土地。而这一数据并非来自乌方，而是由清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军事博主与战争研究所交叉印证。ISW 在25日的报告中指出，多名长期追踪战局与俄官方关系密切的军事博主已公开承认乌军在该方向取得实质性进展。其中一人直言，俄军几乎丢失了奥斯基尔河西岸的大部分桥头堡，并公布战术地图反驳俄军稳控局势的说法。地图显示，乌军在库皮扬斯克北部的多夫根凯、扎帕德内东南部、金德拉西夫卡东北方向、东北侧的霍鲁比夫卡，以及东部的彼得罗巴夫利夫卡、库切里夫卡，东南方向的皮沙涅与库里利夫卡，乃至南部的克利斯尼基夫卡均重新建立或稳固阵地。该博主直指俄军指挥层严重误判战局，过早调走预备队，导致防线迅速崩塌。另一名俄方军事博主援引第112摩步旅与第16特战旅消息称，库皮扬斯克事实上已失守，乌军切断了第27摩步旅的地面补给线。一名参与俄军众筹的知名博主也承认，随着乌军在米罗维、拉德基夫卡和索伯利夫卡持续推进，
俄军整体态势仍在恶化。乌方截获的通话更显示，有俄战地记者绝望地表示，一切都结束了，库皮扬斯克又回到乌军手里了。西方媒体也迅速跟进。每日邮报形容，这是俄罗斯在圣诞节遭遇的又一次耻辱时刻。福克斯新闻则直言，俄军在该方向已接近崩溃，就连莫斯科的盟友都不得不承认现实。库皮扬斯克的失守意味着俄军既无力攻破乌军北部防线，也难以在其他战区持续推进。ISW 总结称，自12月11日以来，乌军已在该方向收复约 182.64 平方公里。与此同时，乌联合司令部通报称，库皮扬斯克市内仅剩约50名俄军残余人员，部分已开始投降，甚至包括外国雇佣兵。25日当天，乌军再度击毙13名敌军，基本完成清剿。由于损失惨重，俄军近期明显放缓进攻节奏，而乌军在48小时内摧毁了133门火炮系统。最新消息显示，乌军近期还在第聂伯罗方向连续取得突破，已成功收复5块关键区域，战局正逐步向有利方向发展。据 RBC 新闻援引乌克兰总参谋部通报，自2025年秋季以来，乌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反攻成效明显。第225独立突击团在坚守阵地的基础上，抓住战机发起反击，先后夺回5个定居点。基辅方面已公布相关作战画面，并为参与行动的士兵授予英雄勋章，以表彰其战功。在波克罗夫斯克红军村方向，战况同样激烈。据多方消息称，乌克兰军队近日在波克罗夫斯克以北展开反攻行动，并已成功迫使俄军撤离罗丁斯克大部分区域，战线出现明显回推。另外，俄军正在加大对米尔诺赫拉德的进攻力度，原因在于其始终未能完全掌控波克罗夫斯克地区。目前约有10个俄军作战单位被集中投入该战场，试图打破僵局。乌克兰方面也迅速做出应对，向该区域增派兵力和装备，重点强化了米尔诺赫拉德通往波克罗夫斯克的后勤补给通道。此前，后勤和兵力不足一直是乌军在该方向的主要短板，如今这一问题正在逐步缓解。乌军第68旅和第79旅已在米尔诺赫拉德及周边区域展开清剿行动，对俄军形成持续压迫。乌军无人机部队还对顿涅茨克特鲁人卡一带发起突袭，击中俄军第143摩托化步兵团的集结点，并摧毁其维修基地。该部队大量使用摩托车实施突击战术，被视为俄军当前消耗式冲锋的代表。相关画面显示，多辆摩托车被直接摧毁。在哈尔科夫方向，俄军近期多次试图以小股兵力渗透边境村庄，采取添油式进攻。乌军则依托炮兵与无人机优势，在雪地环境下精准清除突入部队，有效遏制其推进。与此同时，乌克兰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现身扎波罗热前线的画面也引发关注。公开视频显示，他身着战斗装备，手持武器巡视阵地。作为一名以亲临前线著称的指挥官，布达诺夫多次在战区现身，每次都释放出明确的作战信号。接下来，扎波罗热方向或将成为新的焦点战区，战局发展值得持续关注。南线赫尔松方向，乌空军米格29MUE 使用 Hammer 制导炸弹摧毁了安东诺夫大桥附近的俄军指挥观察所。乌国防工业负责人则披露，乌克兰正研发类似海马斯的国产火箭系统，以降低对外依赖。与此同时，乌克兰总参谋部证实，俄军位于麦科普附近的汉斯卡亚空军基地同样遭到打击。夜间画面显示，该区域多处起火拼，伴随爆炸声。该基地长期承担飞行员训练任务，是俄军重要的2线航空设施。此外，别尔哥罗德州格鲁西夫卡村附近，一支俄军车队遭遇袭击。俄方随后声称，该车队仅用于运送食品和邮件，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之中。与此同时，波兰首次试射155毫米52倍径远程炮弹，射程可达40公里。这类弹药被视为乌军急需的火力补充，既可在安全距离打击俄军突击群，也能压制对方无人机活动范围。12月25日圣诞节当天，
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多座城市发动导弹与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35人受伤。美国参议院9名议员随即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俄方在圣诞节袭击平民，直指其残酷无情，毫无和平诚意。乌克兰对俄罗斯能源与军事基础设施的打击仍在持续升级。继多处炼油设施遭袭后，俄罗斯规模最大的奥伦堡天然气处理厂也在圣诞节当天遭到重创，被迫全面停产。据开源情报技术披露，12月25日，乌克兰无人机群对俄罗斯多处关键能源目标展开袭击，其中包括位于奥伦堡地区的天然气处理厂。袭击引发管道系统起火，现场燃起大面积火焰。俄方随后紧急封锁通往事故区域的所有道路，并展开抢修。这座工厂年处理能力高达375亿立方米，是俄罗斯乃至全球规模最大的天然气加工综合体之一。其停摆对俄罗斯能源体系造成显著冲击。同日，乌军动用英国提供的风暴一影巡航导弹，精准打击了位于俄罗斯南部罗斯托夫州的新沙赫金斯克炼油厂。这座炼油设施是俄罗斯南部最重要的能源枢纽之一。此次遭袭被外界视为乌克兰对俄战略纵深的一次重大突破。据 Astra 披露，当天乌军先出动无人机进入目标区域，诱使俄方防空系统启动并暴露位置。随后，多枚风暴一影导弹高速突入，在白天直接命中厂区核心区域。现场随即传出连续爆炸声，巨大的火球升起，浓烟迅速笼罩整个工业区。多段现场视频显示，至少有6次明显爆炸，多座储油设施被摧毁，火势一度失控。西沙赫金斯克炼油厂的战略价值极高，日处理原油能力约11万桶，年加工量超过500万吨，是俄罗斯向南部及占领区输送燃料的重要枢纽。这次打击被认为对俄军后勤体系造成了实质性破坏。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乌克兰近期首次重新动用风暴一影导弹。早在西方放宽远程武器使用限制后，该型导弹曾多次用于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如今再次登场，象征着乌军远程打击能力的回归，也释放出明确的战略信号。与此同时，乌克兰的无人机行动并未停止。当天夜间，伏尔加格勒地区的卢克石油设施遭到空袭，当地居民拍摄到多处起火点，夜空被火光照亮。而在俄罗斯边境方向，别尔哥罗德州同样传出爆炸声，疑似电力设施遭到破坏。根据俄罗斯独立媒体 Virska 的统计，2025年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炼油厂和燃料储存设施至少发动了142次袭击，相比2024年增长约51%。这一显著上升的频率，不仅是战场态势变化的直接体现，也反映出乌克兰在远程打击能力与作战思路上的阶段性跃升。如果拉长时间轴，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石油与燃料基础设施的累计袭击次数已达281次，其中约80%行动成功，成功率高达82%。如此数据表明，乌军在情报获取、目标筛选、航线规划以及突防与打击手段的协同运用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可复制的作战模式。对炼油厂和燃料库的持续打击，本质上是在削弱俄罗斯战争机器的血液系统。能源不仅直接决定前线部队的机动能力和后勤保障，还深度影响国内工业生产、交通运输以及社会运行成本。高频次的纵深打击可能迫使俄罗斯投入更多资源用于防空、修复和应急调度，从而在战略层面拉高战争的整体消耗。与此同时，这类行动本身也具有高度敏感性。一方面，它标志着乌克兰正将作战重心进一步推向纵深破坏和后方瘫痪，试图通过经济与基础设施压力撬动战局；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冲突升级的风险，可能引发俄罗斯更强烈的报复性打击，使双方在能源、工业乃至关键民用设施上的对抗进一步加剧。因此，2025年的这142次袭击并非简单的统计数字，而是乌克兰试图通过打后方、打经济、打意志来改变战争走向的集中体现。在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扩散和升级的背景下，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仍将是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双方博弈的核心目标之一。
根据乌克兰媒体与西方情报机构掌握的消息，俄罗斯正在要求乌克兰正式放弃尚未被完全占领的顿涅茨克地区。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指出，这一要求并非出于俄军当前战力优势，而是一次战略性算计。报告指出，俄罗斯已无力同时在多个方向持续高强度作战，其人力与物资储备正在快速消耗。因此，莫斯科试图通过谈判，用政治方式获取战场上尚未夺取的土地，为未来可能再次发动战争保留空间，实现普京全面掌控乌克兰的长期目标。而在俄国内部，关于交换土地的讨论也已浮出水面。据路透社援引俄媒《工商日报》报道，普京近日在克里姆林宫与商界高层闭门会谈时透露，俄方或愿意在部分地区进行土地交换，但前提是顿巴斯必须完全归属俄罗斯。报道称，普京明确表示，顿巴斯没有谈判空间，但在其他地区不排除技术性调整的可能。他甚至提及扎波罗热核电站问题，称俄美正在探讨共同管理的可能性，并提到美方对该地区的能源与加密货币挖矿项目表现出兴趣，甚至希望部分电力回攻乌克兰。需要强调的是，顿巴斯不仅是地缘政治象征，更是乌克兰的工业心脏。这里包括顿涅茨克与卢甘斯克两州，自2014年起便成为冲突前线。2022年全面战争爆发后，这里更成为双方反复拉锯的核心战场。目前，俄罗斯控制着克里米亚全境以及顿巴斯约90%区域，并在扎波罗热、赫尔松部分地区建立占领区，而哈尔科夫、苏梅、尼古拉耶夫、蒂涅博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州也仍有俄军活动痕迹。另外，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解密了俄罗斯领导人与布希政府在2001年、2008年的谈话记录，进一步揭开了战争的深层根源。文件显示，早在20多年前，俄方就否认乌克兰作为独立国家的正当性，并将其描述为人为拼凑的国家。乌外交部直言，这比所谓北约东扩早了整整20年。俄罗斯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安全，而是根深蒂固的帝国执念。正如乌克兰官员所言，历史终会证明一切，真相不需要争辩，它会在时间中自行浮现。卫报指出，乌克兰的希望未必只在战场，而在经济、政治和战略耐力。基辅当前的核心目标是在僵持中削弱俄罗斯的长期稳定性，等待结构性变化的到来。战争或许暂时陷入僵局，但方向并未改变。俄罗斯想停，却已停不下来。战争机器一旦启动，往往只能以胜利或崩溃作为终点。另外，12月26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同意与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最高级别会晤，希望在新年前解决多项关键问题。基辅邮报报道称，如果一切按计划，泽连斯基可能将在12月28日访问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目前，和平谈判中最棘手的议题仍集中在乌克兰安全保障、领土控制以及俄罗斯的法律义务上。泽连斯基表示，他已准备好提出新想法，并坚持在核心问题上不让步。根据他公布的20点和平计划，乌克兰不会在领土问题上妥协，同时获得欧盟900亿欧元援助，也让泽连斯基在关键议题上更有底气。对于这次会晤的意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一场高度风险的谈判。如果泽连斯基在核心原则上退让，他可能被政治对手指责出卖国家；但如果坚持底线，他则必须在有限的谈判空间中寻求实质进展。特朗普阵营已多次公开表示，希望在年底前推动和平谈判取得突破，但俄罗斯是否接受相关方案仍是未知数。此外，乌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透露，法国、德国、土耳其和英国已准备在战争结束后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他强调，没有国际伙伴的参与，持久和平难以实现。而这场战争也迫使欧洲重新调整战略。欧盟若想在新现实中生存下去，必须提升军事化水平。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
谢谢大家。